45岁那年，我做了一件所有人都骂我疯子的事儿，亲手把亲弟陆耀祖的公司举报了。不是我狠，是他把这家父亲白手起家的食品厂变成了制假售假的窝点，地沟油、过期肉、工业添加剂，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沾着脏东西。我劝过他不听，他说我读书读傻了，说这年头谁不这么干。于是我用3个月收集证据，整整1箱子的账本、录音、送货单，直接送到了市局经侦支队门口。3个月后，陆耀祖被判12年。宣判那天，他扭过头，死死盯着我，眼眶通红。你会为你做的一切付出惨痛代价。那30年里，我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没有一天真正休息过，累到胃出血躺在医院，签字的人是自己，打电话叫护工的人也是自己。偶尔想起年少时在后山种药材的那些人，大满、二狗、德厚书，那些脸越来越模糊，像隔着一层发黄的旧玻璃。医生说我的胃已经没几处好地方了。65岁那年，我在集团年终大会上做述职报告，念到一半，烧退了。是我娘，年轻了30岁的娘。破木桌上放着一份录取通知书，墙上贴着喜报，祝贺陆征同学荣获1983年全省理科状元。弟弟陆耀祖刚丢下镰刀，理直气壮地嚷嚷：“娘，我不下地了，让我哥去，他那奖学金给我买个城镇户口，我要去供销社上班。”上辈子我跪在爹娘面前撕了通知书，把状元荣誉换成弟弟的城镇户口，供他读书，为他创业，被他推下28楼。娘，弟，我会种，通知书我收着，但谁要是再打我1分钱奖学金的主意，我拿起柴刀，猛地劈进桌角，木屑纷飞。就先和我这把刀商量，满屋死寂。陆耀祖脸色煞白，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辈子我用命铺了别人的路，这辈子我要用自己的手，在这片最穷的土地上，种出一个谁也夺不走的黄金时代。柴刀劈进桌角那一刻，全家都变了脸色。娘退了2步，爹蹲在门槛上，烟袋锅子差点掉地上。陆耀祖从地上爬起来，揉着后脑勺，眼里闪过一丝怨毒。哥，我这不也是为家里好吗？我去供销社上班，那是铁饭碗。铁饭碗，你有那个本事，自己考去。消息传得比风还快，第2天一早，院子里就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亲戚。二婶刘翠花嗓门最大：“陆征，你考了状元就六亲不认了？你弟弟去供销社是光宗耀祖的事儿。”我靠在门框上，语气不咸不淡：“二婶，去年你家杀年猪，我爹上门借半斤肉给我娘补身子，你骂了他半条街。那时候你认过亲吗？”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刘翠花脸色一僵：“前年耀祖发烧，我娘抱着他跑了20里路去镇上医院，你家有驴车都不肯借。那时候你认过亲吗？还有，今年春耕，我爹求你家的牛帮忙犁2亩地，你说啥来着？陆有田，你那破地犁了也长不出粮食，别糟蹋我家牛了。”刘翠花被我问得步步后退。二婶儿，你要是来借钱的，我1分没有；要是来攀亲的，你以前怎么对我家的，你心里清楚。对了，你家那3亩地，今年的公粮交织齐了吗？刘翠花脸色刷地白了，拉着二叔几乎是跑出了院子。征娃子，听说你病了，三婶来看看你。我接过篮子，翻了个面，篮底躺着一只死老鼠。三婶儿，心意我领了，鸡蛋拿回去，顺便把底下那个好东西一起带走。李秀莲脸色大变，讪笑着退了出去。征哥，你太厉害了！不是我厉害，是他们心里有鬼。二狗，镰刀带了没？带
了。走上山。后山是片荒坡，土薄石头多，村里人都说是块死地。但我记得上辈子有个药材贩子承包了这片山，种天麻翻了身。郑哥，咱找啥呀？茎是紫红色，叶子像羽毛，开小黄花，闻起来有股药味儿。我们在山里转了快1个时辰。郑哥，你看这个是不是？紫红色的茎，羽毛状的叶片，一簇一簇顺着山坳往上长，足足大半亩。野生乌天麻，品相极好。就是它。郑哥，这东西值钱吗？值钱。二狗，记住，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能说。我们挖了20几个最大的块浆，用布袋装好。下山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村口围了一大群人。老槐树下，一个瘦小的少年被五花大绑打得鼻青脸肿，村霸赵铁柱掐着腰站在旁边，唾沫横飞。今天不把这个小偷收拾老实了，我赵启禄的名字倒着写。那少年垂着头，一声不吭。顾大满，我没偷。你没偷？我家门槛上那5块钱咋不见了？就你去过我家？哟，状元郎，病好了？这贼偷了我5块钱。哼！证据呢？我亲眼看见他进我家院子。进你家院子就是偷钱？那昨天地质队的王教务员也进你家院子了，他偷你什么了？说的是啊。鲁征，你这是要跟我作对？作对。赵铁柱，你今天要是能当着大家的面发个毒誓，顾大满偷了我5块钱，要是我冤枉了他，我立马给顾大满磕头赔罪，任大家处置。我陆征立刻跪下来给你赔不是。不敢发？那我换个问题，你家门框第3块砖底下藏了多少私房钱？赵铁柱脸上的横肉抽搐了2下，退后几步，像条丧家之犬挤出人群。能站起来吗？郑哥，来，二狗，帮忙搭把手。来了来了。水来了。他瘦得厉害，肋骨一根根凸出来，身上旧的伤疤叠着新的淤青。大满，以后跟着我干。你那间破屋别住了，西厢房空着，你先住那儿，吃饭就跟着我家一起吃。可是，别可是了，我知道你不是小偷，我信你。顾大满的眼眶突然红了，他使劲忍着，但眼泪还是掉了下来。郑哥，你放心，我顾大满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别跪，跟着我，只要你肯干，就有出路。有我陆征一口吃的，就有你顾大满一口。我把挖回来的天麻切片烘干，又熬了2个通宵，写了一份规划书，寄给了县里主管农林牧渔的张主任。3天后，张主任的秘书小刘骑着28大杠进了村。张主任看了你的信，非常感兴趣。你写的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他想听你具体说说。我把规划书递过去，小刘越看越惊讶。这是你一个人写的？是。你才多大？17。小刘深吸一口气。张主任让我转告你，去省城报道之前，务必去一趟县里，他想见你。又过了3天，张主任亲自来了。他站在后山，看着那片野生天麻地，品相极好的野生乌天麻。
要是管理得当，一年能出几百斤，换了钱，够一个村子吃1年饱饭。张主任看着我，陆征，这片天麻是你发现的，为什么不自己偷偷卖了，而要写信给县里？张主任，我一个人吃饱不难，但要是县里能支持我们，把这片山承包下来，规模种植，统一加工外销，那整个陆家村都能沾上光。一个村富了，周边的村也会跟着学，这才是我想做的事儿。张主任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我的肩膀。好，这片山能支持，县里就支持。半个月后，批文下来了，后山那片荒坡，县里特批给我承包50亩，30年，前3年免承包费，唯一条件是3年后要看到效果。地到手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变成能涨钱的地。陆征，你就说到底咋干，咱们听你的。有人喊了一嗓子，是村里的老光棍刘德厚，50多岁了，打了半辈子光棍，穷得叮当响，但有一身好力气。对，征哥，你说。咱们都听你的。我点头，转身指着那片荒坡。第一步，开梯田，不能像以前那样顺坡种，水土保不住，要从山脚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开台地，每层1.5米宽，内侧挖排灌沟，外侧垒石坎护坡。身后的村民面面相觑，这个年代他们哪儿听过这些东西？我蹲下身，捡了根树枝，在地上划起来。你们看，要是顺着坡种地，一场大雨下来，水就把土全冲跑了，种啥都白搭。但要是划成一层一层的台地，水就流不走，土也留得住。这道石坎是护坡的，把石头垒好，泥石流来了也不怕。这条沟是排水的，下雨的时候引水绕过去，旱天的时候能存住水。我一边画一边讲，讲到后面，连刘德厚都听懂了。这个办法好啊，咱们祖祖辈辈顺着坡种地，难怪越种越穷。这是科学，我在书上看的。其实是我上辈子在农大进修时学的，但没法解释，只能说是书上看的。行，就照你说的干。刘德厚第一个扛起锄头往山上走，20多个人浩浩荡荡开进了后山。开梯田是个要命的力气活，山上全是碎石头，一锄头下去火星四溅，锄头崩了口是常事。我把人分成了4组，一组挖土，一组捡石头，一组垒石坎，一组开沟。大满是总工头，负责盯着进度和质量。二狗是运输大队长，带着几个腿脚利索的小伙子，负责往山上运水和干粮。我则守在山上，从早忙到晚，哪里有难题就往哪里跑。征哥，这块石头太大，撬不动。有人喊道。我走过去一看，是块磨盘大的青石，正好卡在2块台地之间。撬棍给我。我接过钢钎，在石头下面找了一个支点，用力一撬，石头纹丝不动。2个人大满跑了过来，跟我一人一头，同时发力，石头动了动，但还是起不来。德厚叔扛着一把更大号的钢钎过来，加我一个。3个人，3根钢钎，费了小半个时辰，终于把那块大青石从土里撬了出来。石头滚下山坡，砸起一片尘土。我大口喘着气，发现虎口已经被磨破了，血把钢钎都染红了。征哥，你手流血了，一点皮外伤。我在衣服上擦了擦，继续干。太阳爬到头顶的时候，第一层台地终于开出来了，1.5米宽，整整齐齐。内侧的排水沟深30公分，外侧的石坎垒了半米高。刘德厚拄着锄头，看着眼前的台地，咧嘴笑了。活了半辈子，头一回觉得自己干了件像样的事。德厚叔，这才刚开始。我递给他一瓢凉水。等着台上种满药材，你天天都觉得在干像样的事。中午的时候，我娘和几个婶子挑着担子上山了。开饭了。窝窝头、杂粮粥、咸菜疙瘩。别看寒酸，在83年的陆家村，这已经是过年才有的水准了。我娘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眼睛红了。慢点吃，别噎着。娘，烧的饭香。我冲她笑了笑。我娘转过身，我没看见她抹眼睛的样子，但我知道她哭了。上辈子她为我哭瞎了眼睛，这辈子我要让她笑着看我出戏。下午最难熬，日头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山上一棵树都没有，无处可躲。我光着膀子，皮肤被晒得通红。大满更是浑身脱了一层皮，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我喊了一声：“歇会儿啊，喝口水。”大家放下工具，躲进台地的阴影里，抱着水瓢猛灌。我趁这个空当，把大满叫到一边，拿出一个布包，打开是一套针灸针。征哥，这是……你跟我来。我带他到刚开出来的那层台地上，蹲下身抓了一把土。大满，你看这土颜色发黄，用手一捏就散了，太贫。大满点头。我加了底肥，但这土底子要养起来，还得一种东西。啥？蚯蚓。大满愣了愣，我在布包里翻了翻，掏出几本发黄的小册子，是我从镇上的废品站里淘来的，上面还有县农业局的印章、土壤改良技术手册、腐殖质堆肥法、蚯蚓养殖技术。大满瞪大了眼。征哥，你让我学这个？我把书拍在他手里。字你都认识，慢慢看。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不但要给我管好这群人，还要把书里这些东西给我学会。用蚯蚓改良土壤，用腐殖质增加肥力，这里面都有讲。
你要是能给我把这山上的土养肥了，你就是陆家村第一个土专家。顾大满低头看着怀里那几本书，沉默了好长一会儿，然后他把书抱紧，用力点了点头。真哥，你信得过我，我死都要学会。那天傍晚收工，夕阳把后山染成一片血红，开出了5层台地，不算多，但我心里已经在规划：最底层种普通中药材防风固土，往上几层种乌天麻和茯苓，在上面背阴的好地，我要试着种点灵芝。8月中旬，第一批梯田全部开完，18层台地从山脚到半山腰，一层层铺上去，像是给荒山织了一件新衣裳。我带着人把从山上各处收集来的野生天麻种块，小心翼翼地埋进松软的土里。德厚书，坑挖20公分深，底下垫腐叶土，把种块芽朝上放进去，再盖上10公分土，不能压太实，这样苗才能长出来。刘德厚小心翼翼地照着做了，像在埋一块金子，确实是在埋金子。这片天麻要是管好了，明年开春第一茬就能卖上好价钱。种完最后一块地，已经是8月20号了，离我去省城报到只剩下最后几天。那天傍晚，我站在后山脚下，仰头看着那层层叠叠的台地，夕阳从山脊后面漏过来，照在新翻的土上，黑油油的。大满站在我旁边，手里抱着那本已经被他翻得起毛边的土壤改良技术手册。真哥，你去省城，这里就交给我。村东头那片盐碱地，我留了一份方案在我枕头底下，你回去拿。等农闲的时候，带着二狗他们去挖挖看，要是能挖到粘土，记住那玩意儿比黄金还贵重，谁都不能说。我谁都不说。我转过身，看着这个瘦的颧骨突出的少年，才20多天，他变了很多。以前见他总是低着头，眼睛不敢看人，现在他站在夕阳底下，脊梁骨像铁打的。大满，等我回来，咱们把这片山种满，不但把山种满。大满盯着远处已经开始返青的台地，一字一顿地说：“还要把整个陆家村翻过来。”我笑了。远处炊烟袅袅，陆家村笼罩在暮色里，像一轴褪了色的年画。但我知道，这幅年画很快就要重新上色了。离开前的最后一晚，我在院子里坐到很晚，月光铺了满地，后山黑黢黢的轮廓像一头蛰伏的巨兽。院门吱呀一声响，我爹披着衣服走了出来，在我旁边的石墩上坐下，沉默了很久。爹，你有话说。陆有田磕了磕烟袋锅子，半晌才开口：“征儿，爹对不起你。”我转头看着他，月光底下，我第一次发现他的头发白了那么多。你考了状元，爹没给过你一句好话。你挖天麻开梯田，爹也没帮过一把，爹窝囊，别怪爹。不怪，我说的是真心话。上辈子恨过他窝囊，但后来才明白，他一个没读过书的农民，在那样的世道里，能把我和耀祖拉扯大，已经很不容易了。爹，我走了以后，家里你多看着点。你放心，耀祖那边把他交给爹。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难得有了一股硬气。爹治不了他，爹就不是他老子。我点了点头。还有一件事，我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在他手上。这里面是500块钱，除了奖学金的300，剩下的200是卖天麻赚的。他手一抖，这些钱都给家里，那你自己呢？我到了省城，能自己挣。他张了张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我站起身，回了屋。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背起行李卷，走出了院门。门口蹲着2个人，是大满和二狗。你俩咋来了？宋征哥。二狗眼圈都红了，大满没哭，但抿着嘴不说话。行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把大满拉到一边，低声交代：信要按时写，县里要是有人来找麻烦，你就去找张主任。村东头的地一定要保密，记住了吗？记住了。太阳还没出山，3个人并排走在通往镇上的土路上。到了镇上的长途车站，我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他们一眼，2个人的身影在灰蒙蒙的天光里显得有些单薄。回去吧。车窗外面，赵二狗忽然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征哥，你可要回来啊！”声音拖得老长，被风吹散在空旷的原野上。我冲他们摆了摆手，转身上了车，没回头再看。车开了，窗外的风景开始往后跑，先是灰扑扑的陆家村，然后是连绵起伏的丘陵，最后是越来越宽的马路和越来越密的人烟。江南农大，全省最好的农业院校。报到那天，我站在校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上辈子我从来没进过这扇门。那年我撕了通知书，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去工地搬砖。这辈子我以全省理科状元的身份走进来，迎新处挤满了人，一个个新生活力四射，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鲜。我填了表，领了宿舍钥匙，往宿舍楼走的路上，忽然被一个人拽住了胳膊。你是陆真？一个戴金丝眼镜、梳着偏分头的小伙子盯着我，像是看到了外星人。是我，你哪位？我叫周燕之，我跟你一个宿舍，我早就听说过你了。全省状元，去了清北来读农大。周燕之哈哈一笑，你是真有病还是真有理想？可能都有点。周燕之又笑了一阵，帮我拿了一个行李袋，一边走一边跟我讲这所学校的故事。农大的图书馆是全省第2大的，农学院的几个老教授特别厉害。不过你来了可得小心点。隔壁宿舍的赵志勇，人送外号赵衙内，仗着他爹是省农业厅的副厅长，横着走，你可别惹他。
我没说话。上辈子见过更大的官二代，一个小副厅的儿子还排不上号。宿舍不大，4个人一间。周燕之已经铺好了床铺，另外2个床铺还空着。那俩还没来，说是本地人，要过2天才报到。周燕之往床上一倒，我说状元郎，你放着清北不去，跑农大来干嘛？这地方一说学农的，姑娘们都嫌土。我把行李卷扔到上铺铺开，我想改变中国的农村。周燕之愣了一下，然后扑哧笑出声来。你不会是文革电影看多了吧？你以后看就知道了。第1个月过得很快，我没像别的同学那样忙着混圈子、泡舞会、写情书，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3件事上：上课、图书馆、实验室。吴教授是国内植物分类学的权威，上辈子我就听过他的课，只不过是在30岁那年以旁听生的身份挤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这辈子坐第1排。他讲植物分类，讲土壤成分，讲区域气候对作物产量的影响，这些知识上辈子我只能囫囵听个大概，这辈子我要系统的重新学一遍。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吴教授翻看着花名册，陆征。陆征。他抬起头，透过老花镜看着我。全省理科状元。是。为什么选农大？因为我想搞明白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什么样的土地能养出什么样的人？吴教授看了我一会儿，什么也没说，继续讲课。但下课后，他在走廊上叫住了我。陆征同学，你对土壤改良有了解吗？看过一点。来我的实验室，我需要一个能做事的。吴教授的实验室很大，常年带着7、8个研究生做课题。我一个刚进校的本科生能进他的实验室，在别人眼里是大新闻。很快，那个高考状元进了吴教授的研究组，就成了宿舍楼里议论的话题。周燕之第1个表示了不服。我跟你一起考的，分数没差你几分，你咋就能进实验室？因为我不去舞会。周燕之噎住了。我不但进了实验室，还申请了一个特殊的勤工俭学项目——农大实验田的管理员助理。所谓实验田，其实就是学校后山脚下的10几亩地，种着不同品种的作物，常年需要有人浇水、施肥、记录数据。这份活又脏又累，1个月补助15块钱，没人愿意干。我把这个活接了下来。从入学的第2个月起，我每天5点半起床，先到实验田干1个小时的活，白天上课泡图书馆，晚上再去吴教授的实验室做到10点。周燕之说我疯了。人家赵志勇天天往学生会跑，拉人脉。隔壁宿舍的马荣华追着英语系的系花屁股后面转，你倒好，天天跟泥土打交道。泥土里出黄金。得了吧你！周燕之翻个白眼，但没过几天，他突然在宿舍里宣布：我决定了，以后跟你混。为什么？直觉。你这人怪得很，不像17岁。我心里苦笑了一下，当然不像17岁。我死过一次。10月中旬，吴教授要去安州参加一个全国土壤改良学术研讨会，把我带上了。你以我的研究助手身份参加，这种会议级别很高，你多听少说话。明白。研讨会在安州农学院的大礼堂里开，来的人很多，不少都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会议第2天，邻省农科院的田教授上台做报告，主题是南方土壤贫瘠化与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台上放起幻灯片，田教授讲得滔滔不绝，但越听我越觉得不对。他提出的数据有问题，那个亩产提升60%的实验数据，实验条件和他列出的几项核心指标之间存在矛盾。按照他公布的水肥配比和土样基准值，根本不可能得出他论文里的产量曲线。这个曲线是摘的。会场里大家照例鼓掌。我低声跟吴教授说了一句：吴老师，田教授的数据有问题。吴教授一愣，压低声音问：你说什么？我简单把我发现的问题说了一遍。吴教授听完沉默了片刻，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擦了擦，然后他做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举手。主席，我有疑问。全场安静了下来。吴教授站起来，不紧不慢地开口：田教授刚才公布的那组产量数据与我一位学生最近在江南地区实测的平行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我希望会后能与田教授交换原始记录，以便我们共同比对和修正。他说的是我的学生。全场的人都看向我，田教授脸色变了一瞬，但马上恢复了笑容。当然没问题，会后我们详谈。散会后，田教授和吴教授在一旁争论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不知道结果，但回程的火车上，吴教授给我倒了一杯茶。陆征，你的观察力很好，但做学问有时候不只是发现问题，还要知道怎么处理发现的问题。他端起茶喝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你这样的人回到农村有用，但不一定安全，要学会保护自己。我点了点头，但心里想的是后山那片药田，是陆家村的乡里乡亲，是上辈子死不瞑目的那一颗苦杏仁。转眼第1学期就过去了，我没有回去过年。除夕那天，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实验田边上，看着远处的城市里升起的烟花，心里想的却是千里之外的那个小山村。大满的信我一直带在身边，每个月一封，这封是腊月里收到的，信封里还夹着一片干透的天麻叶子，信纸上沾着泥点子，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征哥，今年第1茬天麻
收了，烘干以后足有120斤。周技术员来看过，说是上等品，愿意出市价的2倍收。村里好多人都跟我说想入伙。德厚叔干了半年，攒了300块，说要托人给他介绍个寡妇。二狗那小子现在走路都横着，谁都不敢欺负他了。你放心读书，要田的事儿由我扛着，我会照顾你爹娘，没人敢找茬。信纸被我捏得皱了，远处的烟火炸开，碎了一地碎钻。我站在异乡的土地上，攥着那片干枯的天麻叶子，像攥着故乡。第2学期开学，宿舍里新来了2个室友，一个是外省的，叫黄志强，老实巴交，说句话脸就红，学的是畜牧兽医；另一个是省城本地的，叫方彦生，戴一副金边眼镜，文绉绉的，来了就抱着一摞法律书不放。周燕之趴在床上打趣：方大律师，你学法的不去省大，跑农大来干什么？方彦生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以为学法律的是跟人打交道的，错了，最高深的法学是跟土地打交道的。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才是未来最值钱的知识。我本来正在看书，听到他这句话，抬头看了他一眼。彦生，你说的是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你知道这个？方彦生眼睛一亮，这是上个月才内部讨论的事，非专业人士很少听说的。偶有涉猎，你要是方便，哪天给我讲讲。方彦生一脸找到同类的表情，当天晚上就搬了个小板凳，拉着我聊到凌晨2点。他从土地承包讲到产权制度，再讲到发达国家的农地集约化模式。虽然有些观点还带着那个年代的稚嫩，但他的底子很扎实，思路也超前。陆征，聊到最后，他突然问我：你一个学农的，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因为我家里有地。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有意思，真有意思。从那以后，我们宿舍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我专攻作物栽培和土壤，黄志强摆弄牲畜家禽，方彦生研究土地政策。3个人凑到一起，聊的东西既接地气又超前，常常把隔壁来串门的周燕之聊得直打哈欠。但周燕之也有她的过人之处，这人是天生的外联家，写一手好字，有一副好口才。到了第2学期，就当上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在学校里人缘极好。陆真，有一天他从外面跑回来，兴冲冲地说：你们不是讨论什么农村合作社吗？我给你找着知音了。谁？经管学院的郑之行，他专门研究农村经济。听说他写的论文被省里的领导点名表扬过。当天晚上，周燕之就把郑之行拉到了我们宿舍。郑之行个子不高，皮肤晒得黑黝黝的，说话带着一股浓重的陕南口音。听燕之说，你对农村合作经济有研究？他坐下来就开门见山，有想法。我给他倒了杯水，但缺理论支撑。我老家刚搞了个合作社的雏形，不过离规范还差得远。郑之行一拍大腿：规范是小事，关键是要有个可以研究的样本。你知道我们做理论的最缺什么？最缺的就是能蹲下去的点儿。我们俩一见如故，一夜没睡。我给他绘声绘色地讲了陆家村的情况，从承包荒山改造梯田，讲到村民入股按劳分配。郑之行越听越兴奋，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不放。陆征，暑假我能跟你回村看看吗？欢迎。后来我把黄志强也拽了进来，我算了一笔账，按现在的进度，1年后后山的梯田就会全部种满。中药材的附加值高，但有个致命缺陷，产业链太短，利润的大头都被药厂吃了。但如果能把种植和养殖结合起来呢？志强，你懂中草药饲料配方吗？黄志强眼睛亮了。你总算问对人了，我正在写一篇论文，就是中草药添加剂在家禽养殖中的应用，吴教授都还没看过。成了。我拿出一张纸，在中间画了条线。咱们先搞个虚拟的试点，左边这条是种植链，负责产药材、主产品和副产品；右边是养殖链，把药材废料加工成饲料，喂养家禽、家畜，纯天然，零添加，然后产出有机肉、有机蛋。有机。方彦生在旁边插了一句：这个概念在中国至少提前了30年。提不提是咱们的事儿，推不推是市场的事，但先把基础模式做出来。周燕之在旁边看我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突然来了一句：这听着不像学习小组，像创业公司。像什么不重要，我把那张纸看了又看，能落地就行。宿舍里的布局其实很简单，我和周燕之上下铺，黄志强靠窗，方彦生靠门。但有些人就爱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春末的一个周末，方彦生回了家，周燕之去了学生会的采风，黄志强在实验田帮我做记录，我一个人在宿舍整理土壤数据。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不是我们宿舍的人，赵志勇住在隔壁宿舍，矮个子，笑面虎，见谁都是3分笑，背后大家都叫他赵衙内。他爹是省农业厅的副厅长，手里攥着不少项目审批权。他身后跟着2个跟班，一左一右，像2尊门神。陆征，没打扰你吧？有事。我没抬头，赵志勇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寒暄了几句，忽然叹了口气。陆征，咱们虽然是隔壁宿舍，但平常见面不多。不过有些事呢，我这个人看得特别透，实在看不下去了，不得不找你聊2句。什么事？宿舍关系。他往前倾了倾身子，压低了声音，像是真心实意在为我考虑。你那个铁杆兄弟周燕之，你知道他背地里怎么夸你吗？夸我，说你是他最佩服的人，嘴上把你捧得比谁都高。
可背后呢，他是学校宣传部长，多少资源握在自己手里。校报什么时候报道过你？广播站什么时候宣扬过你的事迹？全省状元，农大的活招牌，愣是在学校里没几个人知道。你再想想，他把最好的宣传资源都给谁了？我放下笔，看了他一眼，继续说。方彦生这人呢，聪明，你当他是咱们自己组的智囊，可他从来不跟咱们一条心。人家家在省城，有个当局长的老爹，毕业以后分分钟进省直机关，跟咱们这些泥腿子不是一路人。然后呢？赵志勇笑了笑，声音压得更低了。黄志强更甭提，你让他去实验田干活，他嘴上答应，背地里跟农学院的人说了不止一回，说你陆征拿他当免费苦力。赵志勇，你说这些图什么？他双手一摊，一脸真诚。我什么也不图，就是替你觉得不值。陆征，我赵志勇是真心佩服你的，咱俩都是想在农业上干一番大事业的人。这样啊？我把桌子上的笔记本合上，看着他的眼睛。你让我想起了我老家的一个人。谁？村口二婶，她最爱干的事儿就是东家串西家，告诉张三说李四在背后骂他，告诉李四说张三看不起他，然后坐在两家的门槛上看人家打架。空气安静了2-3秒，赵志勇脸上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你这就不识好歹了。赵志勇，我们宿舍4个人，我打断了他，各有各的毛病。周燕之太浮，方彦生太冷，黄志强太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会在背后捅刀子。你可能不了解这种人，但我了解，我前世见过不少。我说前世的时候，语气太过笃定。他愣了一瞬。我今天也免费送你一句忠告。我站起来，比他高出一个头，俯视着他。你爸是厅级干部也好，部级也好，跟我没关系。但要是把心思花在我的人身上，你会得不偿失。赵志勇脸皮抽搐了一下，霍地站起来，带着那2个跟班摔门而去。当天晚上，我把宿舍的人叫到了一起，把白天赵志勇来说的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周燕之听完脸都绿了。放他娘的屁！我什么时候不宣传你了？你陆真自己低调，说不想出风头，我这叫尊重你的意愿。方彦生轻轻哼了一声，慢条斯理地说：搬弄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不过他说对了，我确实要看不起他这种货色。黄志强最直接，把手里的书往床上一摔。我找他去。站住！喊你们来，不是为了让你去打架。那是为了啥？我看着他们3个人，看着这几张上辈子没来得及好好珍惜的脸。我是要告诉你们，这些话他离间不了我。宿舍里安静了片刻，周燕之第一个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你这人真是……方彦生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光，看不见表情，但嘴角弯了一下。黄志强重新坐回床上，闷闷地说：你是我们宿舍的主心骨，你信我们，我们就跟着你。那天夜里熄灯以后，周燕之趴在床上，凑到下铺问我：陆真，你说实话，你后悔来农大吗？不后悔。为什么不后悔？清北的牌子多亮啊！到了那里，说不定也能学会很多东西，但学不到一样。什么？土的味道。周燕之安静了一会儿，翻了个身。陆真，我发现一个问题。跟你说话经常听不太懂，但是莫名的觉得对。他顿了顿，暑假我跟你回村吧。你说的那个后山，那些台地，我也想看。窗外月亮很圆，我想起陆家村的月亮。暑假来得比想象的快。离校那天早上，我背起行囊刚要出门，被眼前的阵仗惊了一下。宿舍楼门口，3个人齐刷刷站着。黄志强背着鼓鼓囊囊的工具包，方彦生提着装满资料的公文包，周燕之一身新买的运动装，冲我咧嘴笑。看什么看？说好的暑假跟你回村，忘了？郑之行从他们身后探出头来。还有一个我，不介意吧？通往陆家村的班车上，周燕之看着窗外越来越密集的群山，不断感叹：这也叫路？我从4岁起就没见过这么烂的路。到了，车停在青山镇破旧的客运站，5个人拎着行李走下班车。我抬头望着远处那座熟悉的山，后山，山上已经变了，一行行台地像琴键般排列，遍山的绿色像被人浇了一层翠。征哥，山脚那边2个人影朝这边狂奔，一个瘦高，一个敦实。赵二狗跑在前面，边跑边喊，声音都劈叉了。顾大满跟在后面，跑得慢些，但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见那张黝黑的脸上有大片的湿痕。征哥，赵二狗跑到跟前想笑，嘴角咧到一半就垮了，哇一声哭出来。你咋才回来呢？大满没有哭出声，他站到我面前，个子好像比去年高了，肩膀也厚实了。他看着我好半天才说：征哥，你交代的事我都办妥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回过头对着身后的4个兄弟笑了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故乡陆家村。我说：欢迎各位。陆家村变了，1年没回来，进村的路不再是泥巴路，铺了碎石，路2边的房子还是老样子，但干净了不少。村口有小孩在跑，看见我愣了一瞬，然后扯着嗓子往村里跑：陆征哥回来啦！陆征哥回来啦！我爹我娘从院里跑出来，我娘的头发更白了，抓着我的手又哭又笑。我爹站在后面搓着手，老脸上挤出一丝笑，眼眶却泛着红。周燕之4个人站在我身后，暂时没人顾得上他们，他们也不说话，就静静看着。后来是我先回过神，把他们一一介绍给爹娘。我娘一听都是省城大学来的，又高兴又紧张，话都不会说了，只会拽着我的手。你同学们来了，
娘去抓只鸡，先不宰，留着给你们吃好的。方彦生微微鞠了个躬，阿姨不用忙，我们跟陆征是兄弟，粗茶淡饭就很好。我爹看了他一眼，又看看我，嘴角动了动，没说出口，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征二交的朋友不一般。当天下午，我带着一行人上了后山，后山已经不是去年光秃秃的荒坡，19层台地，层层叠叠，一垄一垄的天麻绿得发亮，防风林的树苗已经齐腰高，山坳里几袭茯苓的军才也冒了白芽。郑之行站在山脚，仰着头看了半天，慢慢吐出一句：“这就是你说的那片荒地？去年这时候还是……这怎么可能？”黄志强蹲在地上，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捏，越捏越惊讶。土壤结构改良到这个程度，没有5年以上的持续治理，根本做不到。用了蚯蚓，我说引了腐殖质堆肥。黄志强眼睛瞪得溜圆。蚯蚓改良法，那是我论文里的。他顿了一下，看向大满，就是你干的。大满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方彦生则一直没说话，他站在台地边缘，背着手把整个山坳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他忽然问了一句话：“陆征，这片地的承包权是你个人的，还是村集体的？”个人承包。如果有一天，他慢慢说，更多人想跟着你做，你觉得这个模式能不能复制？能，我说，而且必须复制，一个人富了不算富。方彦生没再说话，但他弯腰捡了一片干叶子夹进笔记本里。半山腰有一栋简易的木架房，是大满和二狗去年搭的，用来存放工具和烘天麻的炭窑。房子不大，挤6个人有点困难，但没人计较。大满出去挑水，二狗去厨房煮饭。傍晚的山风凉飕飕，几只归鸟在远处嘶叫。我坐在门口的土坎上，终于有功夫跟在身边的2个兄弟单独说会儿话。信我都收到了。我把大满寄的信一封封从挎包里拿出来，一共11封，每一封都看了不下5遍。大满蹲在我旁边，盯着斜肩笑了一下。王世仁来找过麻烦。我问，大满满不在乎的耸肩。来过一回，说咱这是投机倒把，让镇上派人来查。没等他的人到，我就上县里跑了趟。回来以后，他再没来过。赵铁柱呢？他大满看了二狗一眼，二狗嘿嘿笑了。开春那阵子还想给咱们使绊子，夜里带着人来扒石坎，德厚叔他们举着火把满山撵出去3里地，裤子都跑丢了。从那以后，村里没人敢惹咱。我笑了一声，但心里比谁都清楚，赵铁柱只是个小喽啰，真正盯着我的是镇上供销社主任王世仁。上辈子他后来成了全县最大的倒爷，靠倒卖集体物资起家，手里攥着黑白2道的关系网。我跟他的恩怨还远远没开始。晚上吃完饭，黄志强和郑之行挤在一起，嘀嘀咕咕拿着纸笔算账。方彦生靠在门框上翻着大满的账本，越看越专注，眉头越拧越紧。周燕之跑到村里转了一圈，回来后大惊小怪：陆征，你们村的人怎么都管大满叫二当家的？赵二狗在旁边嘻嘻笑：大满哥现在是我们合作社的2当家，除了征哥就他最大。顾大满正在灶台边上劈柴，手里的斧子顿了一下，没回头。我在旁边看着他那张被灶火映红的侧脸，心里有什么东西热了一下。晚上别人都睡了，方彦生还坐在煤油灯下翻着那本账本。我披了件衣服坐起来，看出什么来了？方彦生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好半天才开口：陆征，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说，你们村现在靠的是你一个人的见识，大满他们的人品当然没问题，但要再壮大1倍，就不能只靠人品。他在账本上轻轻拍了拍，你需要一套制度。我什么都没说，但这个人这一刻让我下定决心了。上辈子我单打独斗，这辈子我要把他的脑子留在我身边。第2天一早，我正带着郑之行沿着山脚转，给他讲这边的水土条件。赵二狗忽然从山下跑上来，跑得满头大汗。郑哥，出事了！什么事？赵铁柱回来了，就他一个。赵二狗喘着粗气，还有他姐夫开着车来的，一群人堵在村公所门口，说咱们在后山开梯田是破坏集体财产，要报到镇上去。我心头一凛，赵铁柱的姐夫叫孙国良，是镇上的武装部干事，手里有点小权，上辈子没少替赵铁柱撑腰。但按理说，张主任那边给咱们撑了腰，他怎么还敢来？除非有人给了他更大的底气。走，我带着黄志强和郑之行下山，方彦生跟上，周燕之跑在最前面。到了村口，远远就看见村公所门口围了30-40号人，分成2波，一波是德厚叔他们挡在村公所前面，另一波打头的正是赵铁柱。旁边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孙国良。陆征，赵铁柱看见我，嗓门一下子扯开了：你还敢回来？你骗了县里的批文，把我们村的地占了。我站定没理他，看着孙国良：孙干事，县里盖章的文件，你们镇的章也盖了，批文原件就在我手里，你说不合法，怎么不合法？孙国良咳嗽了一声：这个嘛，情况有变，镇上重新研究过了，后山是属于村集体的，你个人承包不符合集体利益，要收回。收回？我笑了一声。收回以后呢？给谁承包？给赵铁柱吗？孙国良不说话了。孙干事，我往前走了一步，盯着他的眼睛。这个药田要是交到我和村民手里，干好了能养活半个村子，
要是交给赵铁柱，他手里那几块宅基地够他赔的吗？你这话怎么说？去年腊月，赵铁柱在镇上赌钱，一晚上输了500，这钱是从哪儿来的？你们要是收回去给他，不到年底，后山就得被他换成赌债。村民一阵哗然，赵铁柱急了，你血口喷人！我转头看向刘德厚，德厚说，去年腊月17晚上，赵铁柱在不在家？不在。刘德厚嗓门大，他和王麻子一块出的村，第2天中午才回来，脸都是黑的。不止这一回，有人附和赵铁柱跟王麻子赌，输了就拿宅基地抵。我们都知道，孙国良的脸色变了，他当然知道赵铁柱赌，那是他小舅子，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揭出来，就是另一回事。还有，这时方彦生忽然从我背后走了出来，不慌不忙地拿出那份批文，平铺在村公所的条桌上。孙干事，这份是县农业局和县土地办的联合批文，根据《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施行办法》，凡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的承包合同，任何下级政府无权单方面撤销。他的语气不卑不亢。我是学法的，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份批文不合法，我可以陪你到县法院走一趟，顺便问问你，作为镇上公职人员，在没有上级文件的情况下强行干预承包合同，算不算滥用职权？孙国良脸一下白了，赵铁柱梗着脖子喊出了一句找死的话：你一个学生有什么资格？你算老几？他又没跟你说话，你吼什么？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来，人群纷纷回头，自动让出一条路。小刘秘书推着自行车，袖子挽到胳膊肘，裤腿上全是泥。孙国良，你一个镇武装部的，谁让你带队下村来了？孙国良面如土色，小刘秘书走到我身边，先跟我握了一下手，然后转过身，把手里的文件高高举起。县里上午刚到的批文，陆家村的药材种植合作社正式列入县农业改革试点，这是张主任亲自批的。你们谁再敢来闹事，就是干扰县里的试点工作，后果自己掂量。四下里静悄悄的，赵铁柱像被泼了冷水，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只有孙国良猛地拉住他，骂了句什么，两人夹着尾巴转身就走了。人群里爆发出哄笑和欢呼，大满从人群中冲出来，站在我身后，胸膛剧烈起伏。刚才人堵在最前面的时候，他始终挡在我跟赵铁柱中间，手里攥着一柄劈柴的短斧。小刘秘书赶着回县城，临走前把我拽到一边。陆征，张主任让我私下转告你，县里过了年就要开大会，正式启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你是他最看好的试点典型，你千万要把这片药田做出样子。还有，张主任最近日子不太好过，支持他的人和支持老政策的人在会上吵得很凶，你做出成绩，他说话才能硬气。我心里震了一下，张主任上辈子就是因为没人做出样板，孤掌难鸣，最后调到了闲职。这辈子我做了他的样板，但同样也被卷入了更深的水。回到村子，我们6个人坐在工具棚里，谁都没有先开口。黄志强第一个打破沉默：我看不像是单纯的地皮找茬，赵铁柱没那个脑子，他背后肯定有人。郑知行点头：搞合作社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凭孙国良一个小小的武装部干事，他哪来的胆子跟张主任盯着干？周燕之皱着眉：会不会是那个王世仁？我没说话。方彦生安静了很久，最后对我说：陆征，你要提前回一趟学校，这件事不能只等张主任在县里帮咱们扛，你得在省城也有说话的力量。你说的对，但不能全都走。我沉思了片刻，大满要留在村里守着，药田离不了一个总负责人，二狗也得留下，必须留2个镇得住的。所以呢，燕深、志强、知行，你们陪陆征提前回学校，我留下。你留下。周燕之变了脸：你一个人留下能干什么？我不是一个人，这里有大满，有德厚叔，有几10个一起开荒的乡亲，而且现在县里刚刚才宣布我们是试点，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再扩大一轮影响。怎么扩大？用咱们还没干成的事。他推了推眼镜：县报和省报的联系方式我有，咱们最近做了这么多，先整理出来一篇稿子，只是稿子不急着发，对方下次再来，我们就出有声的牌。周燕之愣住了，方彦生转头看着我：陆征，你当年考全省状元是有原因的。我苦笑了一声，外面山风呜咽着吹过药田，夜空中没有星星，却有灶堂里一支烛火那样亮的人间灯火。几天后，我和郑知行、黄志强回了省城，周燕之留了下来，说要画一组药田写生寄给省报的朋友。方彦生在村里多住了3天，替大满把承包合同和村民入股协议重新修订了一遍，又走访了7、8户人家，写了满满一本笔记。走的时候，大满和二狗送他们到镇上的车站。方彦生上车前忽然转身，从公文包最深处掏出一本书，是大满那本已经翻烂了的土壤改良技术手册的精装新版，扉页上端端正正地提了一行字：赠大满兄，你是最好的土地。大满接过书，低头盯了扉页好半天，然后抬起眼：方大哥，他说：我会把它翻烂第2遍。公共汽车在山路上颠簸着远去了，
方彦生坐在窗边，忽然摘下眼镜，擦了擦雾气。郑之行看见了，什么也没说。回到农大，生活重新回到3点一线的节奏，但一切都不一样了。吴教授的实验室里，我被正式安排进了一个重量级的课题——中南5省边际土地的综合利用模式。吴教授在开题会上指着我的座位，对所有人说：“这是我带过的最年轻的课题组成员，也是第一个大一就进核心组的本科生。但他对这个课题的理解，可能比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都要深，因为他是从土地里走出来的。”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实验数据室里，把后山19层台地的全部土壤样本数据一字排开。这些数据是黄志强暑假在村里采集回来的，每一份都带着陆家村后山特有的土腥味、pH 值、有机质含量、氮磷钾比例、土壤容重、水分渗透率。2年来，这些数字一直在变化，每一个小数点后的位移都在证明一件事：那片所有人都说养不活庄稼的荒山正在苏醒。窗外，教学楼熄了灯，我把数据整理成一套完整的模型曲线，夹进了吴教授的课题资料夹。资料夹的封面用工整的宋体印着课题的名称，最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课题组成员陆征。10月底，该来的终于来了，一封盖着省农业厅大印的信函送到了吴教授的案头。信的内容很简短，措辞却极其考究。鉴于我厅近期组织的全省农业资源普查工作中，部分基层干部反映青山县青山镇陆家村药材种植合作社存在经营性质争议，为审慎起见，恳请贵校提供该合作社相关土壤改良及作物栽培的技术评估意见。附反映材料若干。反映材料。吴教授把附件从信封里抽出来，翻了翻，推到我面前，一共4份，落款分别是青山镇供销社主任王世仁、陆家村村民赵铁柱、青山镇工商所科员钱某，以及一份匿名材料。你得罪的人不少。吴教授摘下老花镜，还有一个没署名的。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前3个人都是基层的虾兵蟹将。匿名这一份，你看措辞，看引用的条文，看打印的格式，这东西是省里的人写的。他把信纸往桌上一拍，而且这个人的公文功底不浅，经营性质争议这个定性卡在红线上。我心里一沉，上辈子王世仁后来搭上的正是省里的某个靠山，那个人在80年代末的倒爷圈子里能量很大，但问题是这辈子这个时间节点他应该还没混到省里，除非蝴蝶效应。我改变的事情太多，历史已经开始偏离上辈子的轨道了。吴老师，这份评估意见学校会怎么写？吴教授看了我好一会儿。陆征，这个课题组你参与的项目成果我已经整理进了中期报告。按照学术规范，一个本科生当然可以署名为课题组成员，但如果由我出面把这份报告改成一份技术鉴定书，以农学院的名义出具，那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等于在省级层面被正式挂上号了。他把那份盖着农业厅大印的信函翻过来扣在桌上。挂上号的意思你明白吗？意味着从今往后你做的每一件事，支持你的人看得见，想动你的人也看得见。我看着那封信函，一字一句地说：吴老师，我重生回来就没打算藏着掖着。吴教授怔了一下，他当然不会想到重生这2个字有什么字面以外的意义。他看了我半晌，拿起桌上的钢笔，在那份信函上批了4个字：据实鉴定，然后把信纸推给旁边的科研秘书，以学院名义出具，课题组全体成员联署。第2天下午，我去了一趟经管学院，郑之行不在宿舍，他的室友说他去下面的试点乡调研了，年底才回来，但他在书桌上给我留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他暑假在陆家村记录的全部调研笔记的复印件，还有一张便利贴。陆征，笔记你留着也许有用。另外，经管学院的程维远教授想见你。郑之行。我心跳漏了一拍，程维远，上辈子这个名字在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圈里如雷贯耳。他后来成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核心智囊之一，但在1985年这个时间点，他还只是江南农大经管学院的一个副教授，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文章，因为他的一些观点被认为太过激进，正在坐冷板凳。周6下午，我敲开了程维远的办公室，屋子很小，堆满了书和报纸，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中国地图。程维远本人比我想象中更清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正在看一份报纸，抬头见是我，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你就是陆征吧？知行临走前跟我提过，说你们村搞了个很有意思的合作社模式，完全由农民自主发起，以特色种植为突破口，兼顾短期收益和长期生态改良，是他总结的。但他说这些思路都是你提出来的。程老师，知行过奖了。你先说说看，你们那个后山当初为什么要选梯田改造，而不是把天麻移栽到平地上去？
这个问题正中要害。我坐下来，从土壤结构、水土保持、天麻生长习性到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一条一条地展开。程维远越听越专注，听到后来，他把椅子往前挪了挪，拿过一张白纸，用钢笔在上面飞快地画着什么。我发现他画的是后山的台地结构，他只听我口述，就大致还原出了我们花了1年多才修筑完成的梯田布局。陆征，他在纸上圈出最核心的那几层台地。你知道这个布局像什么吗？像一套完整的生态闭环。你们不但解决了种什么的问题，还顺带解决了水土流失、土壤改良、劳动力分配，甚至还有风险分散。他把笔搁下，看着我的眼睛，这不是一个农民能想出来的。但你刚才说所有的技术方案都是你亲手定的，你从哪儿学来的？我已经想好了说辞，一部分是从书上看来的，一部分是跟我们村的老农聊出来的。他们祖祖辈辈在山里刨食，很多经验，只是没人帮他们总结。程维远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做了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动作。他把面前那张画满了台地布局的白纸对折，然后撕成2半，撕成4半，扔进了废纸篓。你不愿意说，我不追问，但你这份心思比你的技术方案更值钱。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知行告诉我，你们遇到了阻力，省里有人在查你们合作社的经营性质。他转过身，逆光站着的剪影显得格外瘦削。这个时间点上查你，表面是冲你个人的承包资格，实际上指向的是你背后的试点政策。你是在县里挂了号的典型，你倒了，就等于给了反对改革的人一个口实。他顿了顿，给你写匿名信的那个人，不只是在针对你。程老师，如果这份鉴定意见交上去，省里还是有人揪着不放呢。那就要看谁的后劲儿更长了。你们那片药田明年开春能不能扩大规模？能，但需要更多人手和资金。按我们现在积累的利润，撑不起快速扩张。程维远沉默了一会儿，资金的事我帮你想办法，但有一个条件，你回去以后把你们合作社从成立第1天起的全部经济数据和制度演变过程整理成一份完整的案例报告，越详细越好。这份报告要交到哪里？程维远没有直接回答，他重新坐回桌前，把那幅褪色的中国地图旁边的抽屉拉开，取出一沓打印材料递给我。材料的封面印着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内部日期是明年3月，地点在北京。如果你的报告足够扎实，他轻声说，我要把你的案例带进这个会场。走出教工宿舍楼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我站在路灯下，把程维远给我的那沓材料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这是1985年，一场牵动中国农村未来走向的讨论正在酝酿。而我，陆家村一个17岁考上农大的少年，一个被亲弟弟合伙推下高楼的冤魂，即将被卷入那场洪流的最深处。我抬头看向北方的夜空，攥紧了手里的材料。好，既然要卷，那就卷到底。这一次我没有一个人回去。黄志强背着他的畜禽医疗箱，方彦生夹着厚厚一摞政策汇编，周燕之更夸张，带了全套的摄影器材，说是要用镜头记录合作社的崛起。郑之行刚从调研点回来，来不及回家，直接在学校门口跟我们会合。上次只待了10天，这次至少20天。他搓着冻红的手。大满和二狗来车站接我们的时候，和半年前又不一样了。大满套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肩膀扛着一挑劈好的柴，二狗跟在后面，脸圆了一些，穿着厚厚的黑棉袄，围着一个灰扑扑的围脖。大满放下柴，朝我大步走来，手在裤腿上蹭了又蹭，才伸过来握。那双手满是纵横的老茧，虎口处深深的裂口还没合上。征哥，我看见他身后的那副扁担，扁担两头挑的是煤渣。北方山里的冬天冷得刺骨，轰天麻的炭窑一刻都不能停。大满怕火候断了影响药效，整宿守在窑前，困了就在旁边的草铺上眯一会儿。以后不许再熬夜守窑。我劈头就是一句。大满嘿嘿笑了笑，没答应。第二天一早，我把方彦生留下的增订合同范本摊在桌上。赵二狗识字不多，抱着比砖头还厚的字典翻了半天，抬头的时候满脸震惊。征哥，这上面写着以后入股的跟咱们平起平坐。对，加入的人多了就必须有规矩，不管是谁都要守规矩。我的目光扫过大满、二狗、德后书。大满第一个点头，德后书二话不说，伸出大拇指在印泥盒里蘸了一下，在合同最后一页摁了下去。他刚说完，德后书，你那份我再送你30斤药材。赵二狗随即问道，那咱们的合同上都写了啥？我解释完德后书，恍然大悟，接着其余村民也纷纷附和。陆征，这是你能给我们最重的东西。那天晚上，德后书扛着腊肉走到合作社院门外，腊肉是他在自己屋檐下熏了半个月的上好五花，本打算过年食用。他听见里面几个年轻人的声音，方彦生正说到那份省里的信，背后有人在推动这件事。青山镇的王世仁、赵铁柱，还有工商所的那个，这些人都只是棋子，藏在他们背后那个人能量不小。郑执行的声音跟着响起，他觉得咱们的模式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传统的统购统销系统
靠的就是中间商转手牟利。我们跳过中间商，直接跟药厂签约，就等于断了某个链条上的油水。不只是这样，周燕之的声音更沉。他现在针对试点2个字做文章，就是要揭陆贞这个口子，把张主任那一批主张改革的人拖下水。大满接话，声音平稳。不管背后是谁，想要砸了陆家村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产业，不可能。德厚叔悄悄割下腊肉下山了。路上冷月照着后山的台地，石坎上凝了薄薄一层霜，风有些刺骨，他却哼起了多年没唱过的采药歌。过小年那天黄昏，我独自坐在工具棚里看郑之行留下的调研笔记，忽然被几行字攫住了视线。返乡后3天，走访村民20余户，陆家村多数民房为70年代建造，30%以上为土坯结构，其中村民顾大满所居房屋后面的字被划掉了，补了一句：大满兄以合作社工具棚测试为长居。我后来才从赵二狗嘴里得知，大满那间破屋7月里一场暴雨后塌了，他用几根木头和塑料布在废墟旁搭了个棚子，住了1个月，直到德厚叔发现，硬把他拽到合作社的工具房搭了一张床板。我把那页笔记折好放进口袋，又抽出大满刚交上来的新账本，从头翻到尾，每一笔支出，每一斤收成，每一个公分，密密麻麻，全是端端正正的铅笔字，只是字迹较1年前更工整了些，多了一股力道。账本最后一页夹着一张被裁得不大规整的方片纸，大满用铅笔磨了一个天麻的图样，图样下面用更小1号的字写着一句歪斜却入木3分的话，用蚯蚓改良土壤，用腐殖质增加肥力。书里有大满没忘。我闭上眼睛，山里的风从门缝挤进来，凉凉地拂过面颊。正月初2，程维远教授真的来了。他轻装简行，一个旧帆布包，一双解放鞋，戴着一顶灰扑扑的棉帽。他说正好趁寒假到基层走走，顺便看看知行给我的笔记是否属实。我陪他在后山转了一整个下午，他蹲在每一层台地上扒开土看，又跟德厚叔聊了半个时辰，问得极细。去年投入多少人工，多少种子，产出多少成品，怎么分成，村民们入股的意愿是如何一点点被带动起来的。临走时，他站在后山脚下，仰头看着暮色中宁静而坚固的台地。陆征，我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知行给我的那份调研初稿没夸大，反而留了余地。他转过身来，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份装订整齐的稿纸，这是我回京参会要用的专题报告，其中关于新型合作社模式那一节，我打算直接引用你们村的案例。你们做了什么？白纸黑字。你们合作社叫什么名字？我愣了一下，合作社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村里人只叫它咱社或药田的事。大满记账的时候用合作社3个字，二狗到处跑腿，说是真哥的山头。张主任下批文时写的是陆家村药材种植联合体，可谁也没想到要取个名字。我回头看了一眼山上星火点点的炭窑光焰，青山社叫青山社。我说。程维远掏出钢笔，在那页报告的留白处认认真真写下青山社3个字。写完之后，他看着那3个字，露出这一下午第2个难得的表情。第一个是一层层台地看过去时，第2个就是现在。第2天清晨，程维远踏上回京的班车，车开走后，天空开始飘雪，碎雪打在脸上，凉凉的。大满走到我跟前，轻声问：征哥，省城那边咱们撑得住吗？撑得住。你肯定？方彦生在后面接了一句，镜片上落了雪。肯定。我说，你现在是拿到了程教授的背书，但这不代表麻烦会消失。如果上面真的有人想动这片试点，他们不会等到程教授开完会，在他们行动之前，我们要先把舆论的牌打开。你要亲自发。不是我，是燕之。你用他的专业渠道，把青山社的案例用学术探讨的形式提前发出去。方彦之眼睛一亮，然后把青山社写进这几个作者单位里，让他在真正刊登出来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学术名词。如果那些人发现你要动的是已经被学界记录在案的东西，他们会犹豫。周彦之这时从门边站起来，把胸前挂着的相机摘下，说：照片的事交给我，不过我要留在这儿，至少到你们开学。为什么？因为我要拍的东西不是1天2天能拍完的。上次你让我跟着种天麻的村民拍，我拍到了他们手上的老茧。这次我想拍大满夜里守着窑的照片。他把相机揣回怀里，眯起眼睛看向远处雪雾缭绕的后山，微不可察地笑了一下。我要是把这组照片放在省报上，标题就叫青山有药。方彦之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的雪，低声说：好名字。
郑之行从背包里翻出纸笔，说那从今天开始，他再补一份影像记录。我转身对着大满，他一直没说话，只是微微仰头，对着后山的方向。雪越下越大，将台地的石坎抹成一道道错落的银线。合作社的工具棚依然有光透出，映着2个跃动的光点，把德厚叔送来的腊肉挂上房梁。开春3月，程维远从北京回来了。回来的当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他从研讨会上带回的全部材料：内参会刊、小组讨论纪要，还有一份油印的内部简报。简报日期是3天前，标题是部分与会代表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几点不同意见。我看到我自己的名字在简报里出现了2次。一次是在程维远的专题报告中，以华东某县青山合作社的匿名形式出现；另一次是在小组讨论环节，某位代表发言时指名道姓地引用了他这份报告，称青山模式不具备普遍意义，是县域行政力量催熟的特殊产物，不值得推广。这位代表是哪里的？不是我们省的，但他在会上发言的材料很扎实，对你的土壤改良数据、人均增收率，甚至去年的投入产出比都了如指掌。这些数据我只在内部报告里列过，而他提前拿到了。我和他对视了一眼，同时说出了同一个结论：省里有人把我的内参材料递上去了，而且是递到了对改革持保留意见的人手里。程维远从抽屉里抽出另一份文件，是学校科研处刚转交过来的汇报通知。省农业厅、省工商局、省农村政策研究室3个单位将组成联合调查组，下周赴青山县青山镇陆家村，就青山合作社的经营性质、承包权属和收益分配方式开展专项调查，通知下方。调查组名义上是来调查你，实际上是来调查我。你那棵苗被人拿放大镜照着，就是想从根上找问题。程维远看着我说：陆征，你首先要做的是确保你们没有可以被抓住的硬伤，账目经不经得起查，人手经不经得起问，土地承包手续经不经得起逐字逐句递核，账目每一笔都有原始凭证，承包手续从县土地办到村公所全部齐全，人手这块跟我干的每一户都签了正式合同。我稍作停顿，低声又说了一句：王世仁没有死心。青山镇供销社主任王世仁，再加上他背后的那个人，2次举报材料的内容高度重合，措辞也相似，但笔迹和身份不一样，应该有人写了模板，让下面的人抄着签名。程维远沉默片刻，做了一个决定：下周调查组下去，我陪你回村。他们要查青山社，首先要过我这关。青山合作社的技术数据是我写的，案例报告是我提的，北京那个研讨会上的专题也是我做的。他们要否定你，先要否定我，而否定一个刚在全国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的学者，需要的不只是权力，还有勇气。3月10号，联合调查组抵达青山镇，县里派了一辆面包车，张主任的秘书小刘提前1天就赶到了镇上做准备。调查组一共7个人，带队的是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副处长，姓严，40来岁，说话滴水不漏。下车后扫了一眼围在路边的村民，问的第一句话是：谁是陆征？我从人群里走出来。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一个还没毕业的农大学生，比他想象中的农民企业家年轻太多。他身后的调查组成员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你就是发起人？是我。青山社从承包到种植加工，从管理到分配，所有环节都有我的参与和记录。你们想查什么？现在就可以开始。调查组在陆家村待了整整3天。第1天查账，严副处长带人把合作社成立以来的全部账本、大满记的账、二狗、经手的收条、供销社的回执、药厂的收购凭证，全部摊在村公所的长条桌上，逐页核对。方彦生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合同范本和县里批文的复印件，准备随时回应咨询。他们核对到下午4点，没有在账上发现任何一笔说不清去向的流水。严副处长合上账本，淡淡说了一句：账目清晰。第2天查验土地，调查组把后山19层台地从头走到尾，拍照、采样、测量，连石坎的厚度都用卷尺量了3遍。吴教授的技术鉴定书摊在他们面前，每一组土壤数据都和实测样本吻合，
同行的省农科院技术员凑到严副处长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严副处长点点头，在记录表上批了几个字：技术合规。第3天是最后的环节，入户问询。调查组分成3小组，分别走访了当初入股的村民、未入社的农户，甚至在镇上偶遇了一位工商所的基层干部。那个干部是王世仁的人，按理说他应该说得出些捕风捉影的材料，但他只挤出了几句泛泛的话，拿不出任何实质证据，因为没有可以被抓住的硬伤。正如程维元所说，调查组收拾材料准备离开的那个下午，严副处长在村公所里当着全体村民的面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初步调查结论：青山合作社在土地使用权、作物种植技术和收益分配方式上均符合现行规定。部分举报材料所称经营性质争议及破坏集体财产查无实据，建议予以澄清。掌声雷动，大满站在最后排，一贯紧绷的脸终于松弛下来。德厚叔抹了好几次眼睛，赵二狗举着周燕之的相机连拍了好几张，拍糊了，但没人在意。当晚合作社办了一场入社仪式，5户新社员在合同上签了字。这些人之前并非不想入社，只是怕有一天青山社倒了，自己血本无归。现在调查组的结论贴在村公所的墙上，县长亲自来道贺，这块压在众人心头的石头终于被搬走了。人群散尽后，方彦生独自留在村公所里，在煤油灯下把调查组的初步结论一个字一个字誊抄在合作社的会议记录本上。他搁下笔，忽然轻声说了一句：这次撑住了，下一次呢？我站在他身后，对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每一次都靠撑，要从制度上把路走通，让青山社不再只靠我一个人。而要做到那一步，我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争取支持，不只是在县里和省里，还要在更高层面的农村改革进程中发出声音。2天后，我接到通知，作为农大学生代表参加省里召开的一个农村经济工作座谈会，会上程维远做了20分钟的发言，把青山社作为新型合作社的典型案例。台下坐着省农业厅的领导，还有几位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同志。散会后，其中一个同志旁听了全程，离开时对程维远低声说了一句：程教授，你那个学生下次北京有机会可以带他一起来。我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2遍。从后山19层台地到北京，从锄头和石砍到政策与法律，上辈子这很遥远，比天还远，这辈子他已经在日程上了。座谈会第2周，张主任通知我去县里一趟，我在县委大院那间只有1张木桌、2把旧椅的小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张主任看起来比去年苍老了些，白头发多了，但精神头还好。他正在看一份省里刚下发的文件，抬头见我进来，把文件翻扣在桌上。坐，省里的调查组走了，结论是对你有利的，但这件事还没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几页纸，最上面那页只有几行字，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日期，但措辞和之前的不一样。这封信是针对张主任本人的，说他在青山镇搞政绩工程，把陆家村合作社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指责他在扶贫资金审批和土地承包特批上存在程序违规。每一条指控都没有实质证据，但每一条都正好踩在敏感点上。举报我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后指使的人。张主任叹了口气，老王是我在党校的同学，后来分到省农业厅，一直觉得我把下面的人捧得太高，抢了他的风头。上回调查组来，是他主动跟上面请缨的。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调查组里有一个是他点名要加进来的了吧？他把信纸重新装进信封。我今天叫你过来，不是跟你诉苦，我是要告诉你，这事儿不会再往上追查。省里对改革试点的态度没变，但有一点你必须记住，你现在不只属于你自己了，你是全省最年轻的合作社发起人，是江南农大吴教授科研组的成员，是全国农村改革研讨会上青山模式的案例原型。这些身份加起来分量比我这个县里的副主任重。你站住了，这场改革就多一块阵地。你倒下的不只是一个合作社，是所有还在观望的人。回村路上，我坐在班车里，看着窗外连绵的山路发愣。上辈子张主任的下场我是知道的，仕途止步于县级闲职，早早病退，晚年郁郁寡欢。那个在省里跟他斗了半辈子的老同学，后来平步青云，一直做到副省级，这辈子历史已经偏轨，但人性没变。班车到站时，天已经黑了，
赵二狗在合作社等我，攥着一份盖着红印的文件。征哥，县林业局下午送来的，咱们申请的后山外围60亩荒地开垦计划批了。这张纸和我刚重生时拿到的那份后山承包批文书图同归，都是开荒，都是从零开始。我把文件折好放进口袋，问大满在哪里。二狗朝山脚路灯方向努了努嘴，压低声音说：大满哥，下午一个人上了山，好像在写信，又好像没写。他爹娘没的时候就埋在后山脚下的土坡上，团年过节拿了批文，他都会上去坐一坐。我让二狗回去，一个人沿着台地边缘的石坎路往上走。山脚的土坡上，大满的身影半融进暮色里。他果然没有在写信，只是坐在一块凸起的青石上，对着山坳深处出神。我踩着双路过去，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从他手里接过一封没写收信人的信。信纸是合作社记账用的格子纸，用铅笔写着2行字：合作社过了调查，大家都入了，你在那边别惦记，后山的地又批了60亩。大满，想不想到省城去一趟？我把信纸小心叠好还给他说。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有些茫然。去省城3天时间带你去见几个人，接下来合作社要越做越大，越做越规范，你不能只待在山上，你需要比现在更专业。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征哥，我没文化，账我能记，但别的我怕给你丢脸。你给我丢不了脸。我站起身把他拉起来，你去收拾2件换洗衣服，咱们明天早班车走。省城之行只有3天，但我给大满安排了满满的行程。第1天我带他去了江南农大。吴教授见到大满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他只是随意问了几句后山的土壤现状，大满一五一十地答了，数据倒背如流，把去年各层台地的产量和品级全部报了出来。吴教授沉默片刻，然后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沓资料，是他还没有发表的蚯蚓改良土壤的后续研究初稿。送给你。陆征说你在山上养蚯蚓，养了3年，比我实验室里的研究生养的都好。这份初稿你拿回去看，有看不懂的地方让陆征写信问我。大满双手接过，半天说了一句僵硬却极诚恳的谢谢吴教授。出门后他把那份资料抱在怀里，好像抱着一个易碎的坛子。第2天我带他去了省图书馆和城西的药材批发市场走了一遍，让他亲眼看看自己种出来的天麻最终流到什么人手里。第3天程维远专门抽出一个下午跟我们聊了合作社规范化的问题。回去的班车上，大满一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忽然侧过脸说：征哥，回去以后我要把那60亩荒地开出来。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手边的小事，但眼里有光。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不再只是替我守着那片山的兄弟，他已经主动走进了这场看不到终点的长跑。张主任预测得没错，反击很快就来了。联合调查组得出的结论让王世仁和他背后的力量消停了不到半个月。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政策执行层面的合规性，在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2个环节上做文章。青山社一直属于县农业局特批试点，从来没有在工商所正式注册。严副处长在调查结论里提了一句建议完善相关手续，而如今工商所就以这一句话为据，给青山社下了整改通知，限期1个月内补办全部经营证照，否则合作社的经营行为将被定性为无证经营。这招叫釜底抽薪。方彦生在电话里说，调查组没查出问题，他们就换一个合规角度，把你们的经营资格卡死。王世仁是供销社的人，对这套行政手续的漏洞太熟了。1个月够不够把证照跑下来？够是够，但他既然出了这一招，就不会让你顺顺当当跑下来。你听我的，先不要自己跑，你手里的底牌比他多，这次我们必须换一种打法。他以为我们会求着他，我们偏不。方彦生当即联系了他正在律所实习的师兄，安排了一封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函件发往县工商和税务部门主送，抄送省农业厅纪检组，走3部门的复核程序，公开化、阳光化。你不是试点吗？试点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手续没来得及补，不是不补。谁要是拿这个说事，我们就反过来申请上级核查，程序合规，不能变成拦路虎。方彦生在电话里静了1秒，又补充道，这封信里附了一份报告，是程教授和我们学院课题组的联署意见，他们把你们的模式正式纳入了省级课题的实践案例库，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县级试点，还是省级课题基地。
大满在工具棚里听完我的转述，只问了一句：“那就是没事了。”没事了，手续我们照补，但他想卡我们。大满接过话头：“他卡不了，我们背后站着的不是一张批文，是县里的政策、学校的课题、程教授的研讨会，还有我们自己。”他站起来往外走去。我去通知德厚书他们，明天照常开荒。在行政程序上被毒死之后，王世仁终于露出了他最原始的面孔。他开始调动灰色势力来骚扰村民，用的还是那套最老土也最阴损的手段，找社会闲散人员阻挠施工，损坏工具，半夜砸石坎。一连多日，半夜台地上都有异响。天亮上去一看，垒得好好的护坡石坎被人撬了，靠山脚的几棚天麻被连根拔起，扔得满山都是。德厚书心疼地蹲在地头，直砸拳头：“这是要我们的命啊！好好的苗啊，谁下得去这种手？肯定是赵铁柱那个千刀万剐的。”大满蹲下身，徒手把散落的天麻苗一颗颗捡起来，放进箩筐里。他捡完最后一棵苗才站起来，在裤子上蹭了蹭手上的泥，说：“真哥，晚上我来守山。”他当天傍晚搬了一床铺盖上了后山，在山腰的木架房里睡了6天。每天天亮时，他准时扛着锄头下山，跟我们一起开垦新批的荒地。二哥心疼他，要替他不让。白天干活，晚上守山，累不死人。第7天凌晨，那些人又来了。大满提前嗅到了不对，早早埋伏在西侧山道的石坎后面。这一棍要是再歪2公分，就砸你后脑勺了。你还说没事儿？大满看了他一眼，想怼回去又对不上话，只摇了摇头。我递给他一杯热茶，他双手捧着茶缸，热气腾在满是疲惫的脸上。谢了。不用谢，山也是我的。我看着这个自从重生以来一直守护着我、守护着药田的兄弟，知道他肩上有伤是实实在在的，也知道明天当村民们扛起锄头时，被撬的石坎已经重新垒得整整齐齐。因为大满说石坎的事天亮了再垒，从来不是让谁去垒，而是他自己天不亮就会扛着石锤上山。闹事的人被处理后没过多久，县工商局正式核准了青山合作社的注册登记，所有整改手续在方彦生的把关下于最后1周内补办完毕。新营业执照挂在村公所会议室的正中央，德厚书指着他逢人就说：“咱们有证了，往后谁也不许说咱们是黑户。”我把营业执照副本收进档案袋时，给程委员写了一封信，说第1阶段的手续已经全部完成。程委员回信很短，手续是墙垒好了，该往里装东西了。我放下信纸，陆家村正值春耕，后山的60亩新开梯田正等着改良播种、修棚育苗，调动邻村的剩余劳动力，把吴教授的蚯蚓改良法从后山推向周边村庄，这些才是该往里装的东西。春光1寸1寸地漫过梯田，新开的60亩荒地上，大满带着人按程委员推荐的堆肥法改良土质。他把吴教授那本初稿翻得起了毛边，每一行不懂的地方都用铅笔圈出来，托方验生问学校。黄志强从吴教授的实验室搬来了一整套菌种培植设备，在合作社腾出的一间偏房里搞了个简易的无菌操作间。方圆几个村子的人都跑来看热闹，指着那些培养皿和烧杯问这问那。这是灵芝菌种。黄志强把培养皿举到阳光下，半透明的菌丝在培养基上蔓延，像一片白色珊瑚。再过2个月，这些菌丝就会长成灵芝子实体。药店收的灵芝，你们见过吗？村民们纷纷摇头，他们只认识山里的野灵芝，还没见过谁把灵芝种在屋子里。德厚书将信将疑地接过培养皿看，他在后山采了一辈子野生药材，从不知道灵芝还能人工培育。黄志强找出吴教授编写的技术手册，指着一行加粗的黑色字体念给他听：理论成熟，有成功先例。德厚书半张着嘴看看菌种，又看看我，说：陆征，这玩意儿要是成了，咱们村往后还愁什么钱？不愁了。我放下手中的铁锹，将手心的泥在裤脚上蹭干净。我们要做的不是只靠天麻，天麻过了收成季就没了。灵芝1年可以收2茬。药用菌类的核心优势就是人工可控，不受季节制约。德厚书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但我看见他望向灵芝棚的眼神里不再有怀疑。赵二狗则对灵芝不感兴趣，他蹲在吴军间门口，眼馋的是刚从省城运来的板栗苗。周燕之上次从临县采访回来，发现人家靠板栗脱了贫，二话不说找人嫁接了一批好苗子，眼下青皮嫩枝刚冒芽间，被二狗宝贝似的护在向阳坡上。
旁边的山坳里新扎了一圈竹篱笆，是郑之行跟着大满用2个下午做的。篱笆里圈着黄志强从学校带来的苗鸡，纯黑色的土鸡，专吃林间的虫子和掉落的药渣，不仅肉质紧实，下的绿壳蛋在镇上供销社能卖到普通鸡蛋的2倍价钱。后山现在热闹了，天麻、茯苓在台地上安静生长，灵芝在棚里吐纳菌丝，板栗苗在向阳坡上迎着春风抽条，鸡群在药渣堆里翻找着蚯蚓。远远望过去，不再是光秃秃的荒山，而是层层叠叠的一片生机。郑之行蹲在台地边上画了一张规划图，他把后山分成了清晰的3大板块：北坡防风林固土，南坡药用菌种植经济区，山脚种养结合循环区，把整个后山改造成了立体循环的生态系统。那张图后来被方彦生用工程制图纸誊了一遍，挂在合作社会议事的墙上。这幅陆家村历史上第1张产业规划图由4个人共同完成，一个学农的，一个学经管的，一个学法律的，一个学新闻的，在旁边打光。清明过后没几天，小刘秘书忽然骑着他那辆28大杠又一次进了村。大满那时正在山脚修鸡舍的门，远远看见自行车扬起的灰，赶紧迎上去。刘秘书，来找征哥吗？小刘没回答，递给他一份文件，是大满见过的最正式的红头文件。省里下来的人上山点苗，从虫害防治到土壤 pH 值逐个过问。随行的技术员对着台地拍了10几张照片。临走时，带队的人握着我的手说：“呀，很好，你们的技术规范不比省里的试验站差。”是你们学校那位教授给的底本好。小刘秘书不动声色的提点：“吴教授的土壤改良研究，这一带的气候条件刚好对上，否则光靠你们自己摸索，3年也达不到这个标准。”他翻过文件，指着其中最后的一页：“这个试点是全省第1批，总共只批了7个，你们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刘秘书，省里忽然来这么多人，不光是为看我们种药材吧？小刘沉默片刻，说：“下个月县里要开一个农村经济改革的现场会，参会的不只是省里，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张主任的意思是，如果你们能在现场会之前拿出更成体系的东西，陆家村就有资格成为现场会的参观示范点，不只是试点，而是样板。”他对大满说：“二当家的，你们的事要进北京了。张主任让我带句话，稳住了，别飘。”大满低头看了看手上厚厚的老茧，然后攥紧了小刘秘书递来的文件，说：“只要征哥领着我们，就飘不了。”那年夏天，合作社的社员从最初的20几户扩展到了112户，不但陆家村在册农户基本全部入社，周边3个村子也有村民徒步翻山过来签字。新的入社合同范本早就印好，方彦生在原来的文本上增加了保底收购条款，这是他从沿海地区刚试行的订单农业里学来的，又套上本地实际改了条款。签字现场，德厚叔负责维持秩序，他坐在门槛上替不识字的村民逐条念合同，一句：“不管城里药价涨还是跌，你们种出来的东西社里按不低于保底价收。”让后面排队的老人当场落了泪，呜咽着说：“种了一辈子地，没人跟我们保证过什么，账本现在不是1本了。大满管总账，二狗管物资进出，每个村还各设了一个记账员。每天晚上，大满把各个分点的账本收上来平账。他在煤油灯下拿着铅笔一本一本递对，对完了还要用钢笔誊写在总账上。有时候方彦生从省城打来电话问经营数据，大满只报头几个数字，他已经能在电话里把上百户社员的月入增幅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方彦生挂了电话，跟周燕之说：“大满已经不是2年前的顾大满了。”但我比谁都清楚，他骨子里还是那个顾大满，那个2年前被打得鼻青脸肿绑在槐树上也没有多吭一声的少年。一个星夜，省农科院的专家团返程后的深夜，我和大满并肩坐在后山顶的石坎上，山下的村庄睡得深沉，只有合作社那排工具棚里远远透出一点煤油灯的微光。征哥，当年你跪在这山上跟我说，要在这片地上种出一个谁也夺不走的黄金时代。大满说：“那时候我以为你是为了报仇，是想把自己失去的东西拿回来，但后来我不是这么想的了。”那你怎么想的？一个人的拿回来算不得拿回来，现在就不一样了。100多户人家，2个3个村子，这么多人都把力气花在一块地上，
你是把我们都放进了你那片黄金时代里头，你是要把我们所有人的债都还上。夜风从北坡的药田吹上来，带着茯苓淡淡的草木香。远处山脚下又亮起几盏灯，是二狗带着值夜班的社员在巡山，手电筒的光柱一道道划过夜色，像散落山间的星子。上辈子我从28楼坠落时，我想的是恨和不甘。这辈子坐在这个亲手垒起的石坎上，我忽然有了一个自己都没想到的念头：如果这些人的日子能越过越好，那比任何事都重要。这份心思不是我生来就有的，是德厚书的那一坛腊肉，方彦生的合同，周燕之的相机，吴教授的军珠，程维远的那份专题报告，大满的被撬石坎和他的首页煤油灯，一点一点放进我心里去的。我上次在省城见到程教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群人做的这件事，不像是年轻人在过家家，像是已经失败过一次的人在做他第二次不敢再输的事。大满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我觉得他说对了。我没说话。大满可能是这世上唯一一个不需要我解释的人，他不知道我从哪里重生，但他知道我心里的那股劲是从哪里来的。大满，等合作社的事稳定了，你打算做什么？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我想去学。学什么？什么都学。吴教授说我的土壤改良经验能写成专门的实用手册。郑知清说我的账目比不少工厂的会计都详细。要是以后咱们的合作社做到邻县去，那些村里可没有那么多征割，得有人去跟不认识我们的人讲道理。他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你读书是为了回村，我读书是为了替你分担。山风拂过台地，把他的话送进夜色里。我转过脸，远处山路上是巡夜社员的点点灯光。上辈子我从28楼坠下去，用了整整30年才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这辈子我只用了3年，因为有人替我分担。那晚下山以后，方彦生在学校给我打来电话，说程维远教授参加的那个全国研讨会正式发布了内参简报。青山模式作为新型合作社的首个案例，被单独列为核心附录，已经送到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省里也重新布局，要求在明年春季会议之前把青山合作社作为全省典型示范单位进行推广。第二天，合作社开社员大会，青山社正式注册成立，下设生产部、技术部和市场部，各个部门都有了专门负责人。当轮到推举合作社总经理时，德厚书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这3年每天晚上帮咱们看火候的是谁？每天晚上帮咱们守山的又是谁？去年冬天他肩膀挨了一棍子，天亮还扛着石锤把石坎重新垒好。我刘德厚活了半辈子，谁真心对大家好，一眼就能看出来。会议桌上众人纷纷附和，赵二狗刚开口喊了一声：大满哥。大满已经站了起来，神情还是原来那副平常的样子，只把手里的铅笔搁在账本旁边。我能把账管好，山守好，但合作社要往外走，还得征割带。会议室安静了下来，我倒了一杯热茶推到大满面前，然后站起来对所有人说：合作社的事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也不是大满一个人的，它是咱们112户社员所有人的。我从桌上拿起合作社的总账本，翻到扉页，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扉页下方的留白处。推大满做生产部负责人，我完全同意，不过现在我们还少一个人，市场部。大家纷纷交头接耳。合作社的药材销售以前由周燕之在省城牵线搭桥，如今规模大了，需要一个专门懂市场的人跟药厂跟外地采购商打交道。等燕之从省城回来，让他聊聊，他跑的地方多，对市场最了解。大满点头应了一声，二狗在一旁挠着头嘀咕：都是自家人商量个事儿，还搞得这么一本正经。德厚书拍了他一下后脑勺：这叫规矩，懂不懂？合作社成立后的日子比开荒还要忙，比守山还要累，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光泽。每天清晨5点，村里就已经活泛了起来，挑水的扁担咯吱响，鸡群的扑翅声从山脚传上来，烘药的炭窑准时生火，薄薄青烟沿着台地一层层往山上飘，和晨雾缠在一起。大满仍然是起得最早的人之一，把所有棚子的门锁检查一遍，然后站在山脚看着薄雾缭绕的后山。几年前这里是光秃秃的荒坡，现在早春的药苗在防寒棚里静静拔节，坡上的板栗已经挂过，
北坡的灵芝收了第3茬，村口的晒场上，赵二狗正在指挥几个年轻社员把新收的茯苓打包装车，2辆解放牌卡车停在土路边，车门上还带着邻省药厂的标志。周燕之上个月刚跟他们谈妥了今年的保价收购合同，不是供销社那条老渠道，是省城药厂直接派车来拉的。二狗拿着装货清单一个一个对，看到破损的药包就拽下来不让装。这包角上受潮了，贵，拿去拆开重新挑，坏一点都不能混进去。年轻的社员点点头，扛起药包小跑着回去换货。二狗转过头看见我，咧嘴一笑：郑哥，你可别嫌我严，招牌打出去了，一包都不能砸。做得对。我站在晒场边上，忽然想起上辈子在工地上搬水泥的赵二狗，黝黑孱弱，被工头呼来喝去。那时候他不敢抬头看人，现在他对着全省来的采购商敢说这包不行。午后，周燕之从省城赶来了，他带来了省报最新出刊的农村专版，整版刊登了后山生态循环农业的照片和报道。他花了将近2年时间跟拍，从开荒到育苗，从蚯蚓养殖到灵芝菌房，每一张底片都带着泥。报道配了郑之行写的长篇侧记，标题叫《青山答卷》。侧记最后引用了一段话：最深刻的变化永远来自最平凡的人，他们没有等靠药，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共同富裕的种子。德厚书捧着报纸看了又看，然后仔细折好塞进怀里，说要贴到村公所的墙上去。郑之行推了推眼镜，轻声说了一句：这篇侧记我只写了一半，另一半要等你们明年、后年、5年以后自己填上。方彦生带来了一个更具体的消息，省里已经决定在陆家村设立一个长期的农村经济观察点，由农大和经管学院联合派驻驻村调研员，他自己申请了第1轮。周燕之怔了一下，问他：你不是一直打算毕业以后考省直机关吗？方彦生推了推眼镜，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申请书存根，申请驻村为期1年，研究方向是合作社模式下的农村产权制度演变。其实3年就够了。他说：看你们就够了。大满站在村公所会议室的墙角，把这句话默默在心里记了许久。自从省城之行以来，大满每天晚上自己在工具棚里学写东西，从不再只是铅笔写的简易记账。后来他用钢笔给吴教授写了一封回信，信末那句我还能再学被我看到后单独圈了出来。现在方彦生要驻村，他可以跟着学了。这个想法我没有点破，但我知道大满心里早就有数了。傍晚，我带着大满、二狗陪方彦生去看后山新开的那个区域，60亩荒地已经开成了整整齐齐的台地，石坎垒得比前几批还要规整。最上面的3层台地已经填了腐殖土，大满蹲下去扒开土层，露出底下密密麻麻的蚯蚓。他说：这土明年就能种，到时候后山的药材产量能翻3成。方彦生掏出笔记本，在蹲着的姿势下飞快地记了几行。翻了3成以后呢？人手够吗？你们现在的社员多数是本地村民，规模再扩大就得跨村招工，跨村招工就涉及外村人的股份比例怎么算，分红怎么分，要不要单独立一个章程。大满抬起头看了一圈后山，声音不大，但吐字清晰。章程你帮我们写，规矩大家一起定，外村来的人只要肯干，就跟我当初一样，有一块台地就有一份股。方彦生写完最后一笔，合上笔记本。大满，你真的应该去读个在职的农经专业，你的思路已经比很多干部都清晰了。该学的我一样不少。大满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往后还要你的那些书本呢。从山上往下走的时候，天色暗下来了，后山一层层台地的石坎上亮起了灯，是二狗带人架的小灯泡线路，用合作社自己的柴油发电机供电。夜巡的社员不用再打手电筒，远远看过去，灯河缓缓流动，绕着山体蜿蜒上升，像是这片群山正在给自己带上一条星光的腰带。大满望着那些灯看了很久，转过头看着我：征哥，今晚我不用守山了。为什么？合作社刚新增了一批年轻人，主动排了夜班。德厚叔说，让后生们也扛扛，你不能把所有夜都熬了。他说话的语气很平常，但藏不住眼底的一丝欣慰，好像眼看着自己守护的山终于有更多人肯站出来分担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和他并肩往山下走去。身后台地的灯光一盏一盏亮着，巡山社员此起彼伏的招呼声随风飘来。西区检查完毕，
东区正常，每一声听起来都很年轻。7年过去了，又是一年春天，山坡上的野樱桃花开得纷纷扬扬，远看像浮在台地之间的一团团浅粉色的云。在这一天，青山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正式开园，园区建在后山山脚，占地几十亩，整合了药材、初加工、冷链仓储和电商直播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剪彩仪式来了很多人，副县长亲自揭牌，张主任作为市农业局副局长专程赶回来致辞。台下的嘉宾席里坐着江南农大的吴教授和程维远教授，省报的记者、省药厂的采购负责人，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年轻面孔。大满站在嘉宾席最后排，被一群从外省来参观的合作社代表围住了。他们大概以为他是园区的专职讲解员，追着问了很久，才知道眼前这个穿着喜旧衬衫的中年人就是青山合作社的副理事长。是现在的理事长。二狗在旁边插了一句，音量没压住。上个礼拜刚推举的。我站在不远处的台地边上，听见了这句话，收起手里的讲话稿，朝他们走过去。大满冲我微微摇头，示意不必解释，但已经晚了。那名外省代表认出了我，眼神在2个人之间转了好几圈，愈发困惑。当年带着我们开山的人是他，现在带着我们往前走的人是他。我朝大满的方向轻轻偏了偏下巴。一样的。大满不喜欢出风头，但躲不掉了。他认命地清了清嗓子，面对那群外省代表，开始讲后山的土壤改良数据、灵芝产业的品控流程、板栗与药材间做的立体种植模型，讲解间隙，德厚叔拄着拐杖，慢悠悠地从人群后面走上来，在台地边上弯腰抓起一把土，放到鼻子下使劲闻了闻，然后朝着远处的后山眯起了眼睛。当年那块地硬得跟铁似的，现在你闻闻，香的。他把那把土小心地放回地笼里，拍了拍手。我那时候还以为自己活不到看见这一天。德厚叔，二狗提着一篮子刚摘的灵芝跑过来。你们谁看见方老师了？县里新印的合作社章程送过来，要他那几份原始合同比对。方彦生早上还在村公所给新入社的农户讲什么三权分治，这回应该在灵芝军房里找志强要军种。二狗把灵芝交给我，又一阵风似的跑远了。我没忍住笑意。方彦生在陆家村已经住了5年，早就不是当初申请1年期驻村调研员的身份了。去年他被省社科院正式聘为特约研究员，本可以搬到省城的大办公室里去，但他把聘书压在枕头底下，继续住在村公所那间只有一张木板床的小屋里。黄志强毕业那年分配去了省畜牧局，专业对口，工作清闲，去年却申请调到了县农业局，原因被吴教授当场戳穿，他要离你们近。张主任代表市里致辞的时候特意提到了2个人，一个从省城下到村里再没走，一个从上面调到下面觉得踏实。他往嘉宾席后排看了一眼，你们配得上今天。方彦生在台下扶了扶眼镜，没有说话。黄志强倒是被旁边的周燕之捅了一下，黑脸一红。剪彩仪式结束后，我沿着台地一级一级往上走，这条路走了很多次，从17岁走到现在，每块石坎我都记得，哪一年被暴雨冲塌过，哪一年被大满重新垒好，哪一年开始不用再垒了，因为根扎得够深。走到最高那层正北方向的山坳里，合作社最早那座工具棚已经拆了，原址上建了一个很小的陈列室，里面只有几件东西，一把崩了口的锄头，一本记到第3页就阴了墨的旧账本，一盏煤油灯，周燕之拍的第1张后山全景照片，黑白的，荒秃秃的，和现在满山的青翠像2个世界。大满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上来的，站在我背后没有出声。我转过身看着他，这些年他肩膀更宽了，脸上不再有少年时的局促与彷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淀了许多个漫长黑夜之后的笃定。大满，记不记得那年你跪在我面前说要把命给我？记得。现在你可以把命留给你自己了。大满垂下眼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表情平静，但眼眶微红。他说他也有一样东西要给我，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是一块极小的乌天麻干片，干透了，硬得像石头，颜色已经深褐。这是咱们第1茬里的1颗，当年烘干的时候，我从最边上留了一片，本来想留个纪念，后来每年收成都比前1年好，我就一直留着，没舍得扔。前年灵芝出第1批成品的时候想给你，去年示范区批下来的时候也想给你，都觉得还不是时候。他把那片天麻
举到我面前说：“今天时候到了，郑哥，你当年领着我们翻山，这颗种子是你给我们的。现在山绿了，人富了，谁也不能再从这片地里夺走任何东西。”我接过那片干天麻，和当年重生睁眼时劈进桌角的柴刀一样轻，又比当年扛过的整座后山都要重。远处的示范园里，周燕之正对新架好的摄像机喊着：“再来一条。”赵二狗站在镜头前，认真地示范灵芝采摘标准。德厚叔拄着拐杖站在台地边缘，对身边新入社的年轻后生唠叨：“你们这一茬是赶上好时候喽。”年轻后生笑嘻嘻地回了一句：“德厚爷爷，你放心，我们晓得，咱山上的石坎一代一代垒出来，就没打算让它垮。”山风从北坡吹过来，带着板栗花香和灵芝军房里特有的木质气息。我站在最高层台地的石坎上，望着这片从荒山变要海的土地，想起上辈子坠落时那股裹挟着血腥味的风声。如今风声依旧，但裹挟的不再是不甘与怨恨，而是漫山遍野拔节生长的声音。大满在我身后叫了我一声，说回家了。我点了点头。家就在山下。镜头升起，掠过层层叠叠的台地，掠过闪着银光的灌溉渠，掠过板栗林摇动的树冠和灵芝军房白亮的棚顶，掠过逶迤在山路上排着队去务工的社员身影。一幅画卷般的现代乡村全景缓缓展开，字幕浮现，仅以此片献给所有在土地上种下希望的人。